迄今为止，没有探险队完整穿越过。这次挑战为期10天，无论去哪，10天后正午必须回到营地集合。都检查好装备，准备出发。队长，听说这里不是没人敢挑战，进去的人再也没出来过，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里面什么情况，谁都不知道。大家务必保持警惕，跟紧队伍，都小心点，这里的毒物凶猛得多，保持距离，不能离太远。你们待在这里别动！太不可思议了！李浩，我这里发现了一口古井，里面有朵金色的莲花，正在发光。你们快来看！不好！师尊，我们要找的药草在哪儿呢？怎么还没找到？晴儿都已经没力气了。晴儿，你都已经15岁了，别再调皮了。再过1年，你都成人了，该找个婆家了。师尊，你再这样，晴儿可就不理你了。晴儿可就真的生气了。晴儿，为师不敢了，以后再也不和晴儿说嫁人的事情了。只要晴儿不嫁，那就一辈子留在糟老头的身边吧。为师希望你找个好婆家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，平静却祥和。师尊，你快看，你快看，那儿有一个人。师尊，你快看，你快看，那儿有一个人，是不是已经死了？还好有气，能救活。师尊，您真是菩萨心肠。自徒儿记事以来，您都不知道救了多少人了。徒儿是真心敬佩师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徒儿也可以像师尊一样救死扶伤，行走江湖。师父这点救死扶伤的功德，却也抵不过我那弟弟的孽债呀。晴儿，看来那9幻迷灵花要等些时日再来寻找了。如今我们还是先把这人带回村里，再给他救治一番吧。他的伤比较重，拖不得，毕竟是救人一命。师尊，知道了。徒儿的9幻迷灵花也不急于这一时3刻，我们还是带他回村里吧。远古圣体，在已知的记载中，都有2个逆天的天赋：一是拥有绝强的恢复能力，2是拥有超强的爆发力，同阶段无视任何的防御。至于其他是否还有一些特别的天赋，就是我自己也无从知晓。我需要一个真正的衣钵传人，这小子成为了绝佳人选。几位前来，没有前来相迎，请多多包涵。为了一个小子，耗费了自己那么大的心神。是啊，医生，那心神耗费了，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弥补的。你们几个又有什么事情来求老夫了？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别这样磨磨蹭蹭，还不如老夫的弟子呢。医生，原本我剑术
走的是灵活与刚莽相间的剑道。这段时间，我又悟出了一招圣剑突袭。是不是又去练手，伤了人家了？还是医生了解我。我在擂台切磋的时候，急于印证圣剑突袭的厉害，就把对手给伤了，我又过意不去，所以只好和医生来讨要一些灵药了。老夫可是提醒过你们了，别再那么痴迷你们各自的研究，早晚会出事的。你们就是不信。那个人还没有醒来，还有一丝走火入魔的征兆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走火入魔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一个没有任何武道基础的人走火入魔了，那就很容易变成白痴了。您不是最厉害吗？您肯定有办法救他的，对吗？为了他，连这么珍贵的内器和灵草都用上了。可是，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后悔，反而那么害怕他会死掉？如果他死了，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师尊，您没有事吧？徒儿，你说这小子还真是奇怪，居然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气息有一股天然的排斥。如果不是为师改造了他的气息，他可是绝对活不过明天了。师尊，为什么他会对这个世界的气息排斥啊？这也是为师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。雨晴徒儿，为师交代你的事情做好了没有？师尊说的可是那个药缸里面的药液，徒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小子算他运气好，遇到了本医圣，以后你这小妮子也有一个跟班了，就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郁闷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我的天，你们拍戏就拍戏，怎么把我也弄到了这里？你们知不知道，这样我可以告你们绑架的。公子，你这是何话？我和师尊有怎么的来一个绑架之说？是我和师尊把你从迷幻森林救回来的。你们没有在拍戏？小伙子，你口中的拍戏是什么意思？好玩吗？老爷爷，这是哪里啊？小伙子，你来到迷幻森林之后昏迷不醒了，是我们把你带回了我们的村庄，这里是卧龙庄。师尊，你说他是不是脑子坏了？既然都可以来到迷幻森林，怎么会不认识我们卧龙庄？年轻人，你别见怪，小徒只是随口说说。十分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小命，可是在下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迷幻森林的。既然你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来到迷幻森林的，那就不要再想了。小伙子，你的家在哪儿？家？我的家在哪儿？可是在这里，我还有自己的家吗？我能够和炼心医生和雨晴说自己是来自21世纪的水蓝星吗？自己说了，他们会信吗？小伙子，你不想说那就算了，今后没有去处，那就留在卧龙庄吧。是啊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自己还能去哪儿呢？遇见了炼心医生和雨晴，收留了自己，
已经是上天对自己天大的恩赐了。谢谢老爷爷的收留，小子无以为报。小伙子，你的心意老夫已经感受到了，今后你就跟着老夫的徒儿雨晴吧。你们年轻人共同的话题也多，这次能把你救回来，可少不了他的功劳啊。谢谢你。没事，我叫雨晴，今后你可以叫我雨晴姐。谢谢，谢谢雨晴姐。你可以和我说说那个迷幻森林吗？吴缺，你真的不知道迷幻森林吗？迷幻森林其实是一处禁地，但也是一处宝地，所以才会那么出名。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但是敢真正进入迷幻森林深处的人，至今为止，好像还没有发现过。其中的危险，你可能想都想不到。何况你是一个凡人之躯，可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跑到迷幻森林。谢谢雨晴姐的关心，吴缺还没有活够呢，怎么会和自己的小命开玩笑？为什么你和你师父都说我是凡人之躯呢？你没有任何武道修为，你不是凡人之躯，又能是什么？我们这卧龙庄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强者，但无一不是武者啊。武者，凡人之躯，原来在这个世界自己可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凡人之躯，原来在这个世界自己可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因为现在的孟无缺，就连这个世界的一只蚂蚁都打不过，但并不代表以后也什么都不是，至少还有一线希望。无缺，我的体质九幻迷灵体，活不过15岁，除非有九幻迷灵草。雨晴姐，迷幻森林里真的可以找到九幻迷灵草吗？师父说过，九幻迷灵草就在迷幻森林的。师父他老人家从来都没有骗过我。对了，师父呢？雨晴姐，你不知道你师尊在哪儿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见你们俩如此有缘，话题不断，老夫就出去休养心性，不打扰你们年轻人聊天了。你们都过来吧，老夫有话和吴缺说。雨晴，你们都坐吧，为师有事情和吴缺聊聊。吴缺，老夫观你似乎没有修习武道，不知对与不对。前辈，小子从来没有修习过武道。吴缺，在这个世界，如果没有武力值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不过武道修行也是枯燥乏味，不知你可否要修习武道？前辈，晚辈当然想学了，可是晚辈没有功法秘籍，也没有师傅可教啊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武者的修行，师傅倒不是特别重要，除非到了高等级的武者再做突破。不过功法的确是个问题。这样吧，老夫这里机缘巧合下从一处禁地得到了一部奇异的功法，但是老夫却不适合修炼。你小子要试试看吗？前辈，这是真的吗？你有功法让小子修习吗？老夫蜗居在这乡野之地，何曾骗过人？既然出自老夫的口，那自然就是真的。来到这陌生的英雄异界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可要答应老夫3件事。别说3件事，10件100件，小子也会答应。如果老夫让你小子做一些杀人放火的事情，你也会答应？前辈，小子知道前辈不是这样的人，否则前辈也不会救小子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趣，有趣！你小子还真对老夫的胃口。看来这天玄镜还真非你莫属。一部功法居然在孟无缺的手里有了一些反应。孟无缺并不着急开始修炼，如同定在原位丝毫不动，而是虚心向炼心医圣请教着修行武道的禁忌。炼心医圣本身就有将孟无绝收为弟子的想法，只是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，也就暂时没有提罢了。现在既然问到，自然毫无保留地将心得讲给了他。孟无缺果然没有让炼心医圣失望，不管讲了什么，讲过一遍的他都牢牢地记住了，并且有了自己的理解。真是变态啊！老夫平生竟从未见过有如此妖孽般悟性之人。真是见鬼了！我在水蓝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现在这样过目不忘。
过耳不漏的本事。你们好了吗？晚饭已经做好了。乖徒儿，师傅这已经把该讲的都讲完了，接下来就得看吴缺自己的了。今天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呀？我们卧龙庄不就只有那几样饭菜吗？还是老样子呗。一坐下来，他就像被定住了一样，石桌上的美味几乎有一半都进了他的肚中。就算这样，与雨晴、与炼心医圣过完一辈子，好像也挺不错。这个世界也极为美丽，虽然陌生，但并不是没有一点点温暖。乖徒儿，你们年轻人有共同的话题，你们随意吧。为师就先走了。在这一刻，两人都显得有些拘谨，也显得有些尴尬。胡缺，今天师傅和你说了些什么？师傅给你武道修行功法了吗？雨晴姐，前辈今天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武道修行的问题，也给我一部武道修行功法，我很满足了。师傅早就该给你一部修行功法了，不然你还真是寸步难行。对了，师傅给了你什么功法？天玄劲，雨晴姐知道吗？天玄劲，雨晴姐知道吗？天玄劲，雨晴姐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太偏心了。当初传给我功法的时候，那个天玄镜看都不让我看，如今居然传给了你。不知道雨晴姐修炼是什么功法？你真想知道？这还用说，我都已经问了。没有想到你的好奇心这么重，好吧，就告诉你，姐姐我修炼的功法叫九幻迷灵诀。其实卧龙庄的老一辈都知道一个传说，英雄异界，九幻一出，天旋地现，神道蹉跎，万世轮回。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，但多少都听说过一些。现在九幻已出，天旋已现，只是这些人还有英雄异界各地的强者都不知道罢了。唯有炼心医圣已经在开始着手准备着未来的一切，只不过他没告诉雨晴和孟无缺罢了。雨晴姐，那这功法厉害吗？当然啦，只不过你知道的，姐姐我的体质是九幻迷灵体，如果没有九幻迷灵诀，是活不过15岁的。只是我修行尚早，而且还缺少一味药材，所以现在还不是很厉害。我一直都记得，当初医生和雨晴在迷幻森林救我的时候，他们原来的目的就是九幻迷灵草，只是因为自己把这九幻迷灵草的事情给耽误了。孟无缺开始正式修炼天玄劲，这意味他为自己的武道生涯掀开了新的篇章。这天玄劲也终于在英雄异界出世了。自来到这个未知的世界以来，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心过。哪怕一晚上的时间，我对天玄劲并没取得多大钻研成果，但这足以解决我的后顾之忧了，已经足够了。也许是因为心情舒畅，觉得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糟糕。既然我来到了这里，虽然不放弃回家的希望，但长期生活已经是定数了，那就该好好了解了解，去看看这片即将属于我的天地。这空气怎么会还带着丝丝的甜味？孟无缺不知道，那丝甜意是决定异界强者之姿的武道真气。装入器皿，整个村庄竟成卧龙之势，这下面隐隐藏着一条引龙的气息。徒儿，那小子去了庄子里面，你就跟着他走走吧。无缺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？雨晴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先回答我，不是我先问你的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就跑出来了？我这不是来看看我们生活的环境吗？那你也不能一个人走出来呀。雨晴姐，我知道的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以后不再乱跑。如果我还要出去，就一定叫上你一起。那可要记住了，以后就绝不能乱跑了。走，姐带你去看看我们生活的卧龙庄。雨晴姐，你可以和我说说这个世界武者的境界划分吗？怎么突然想问这个问题了？你不是还没有开始修炼吗？再说，修炼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武道修行可不能好高骛远。知道了，雨晴姐，你就和我说说嘛。
其实武者境界划分，姐姐也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。你还有兴趣听吗？当然有兴趣听了，雨晴姐姐，你就告诉我吧。在姐姐的认知里，武道境界分不入流武者、三流武者、二流武者、一流武者、传奇武者、神话强者，还有传说中的天虚强者。至于之后的，姐姐也不知道了。那雨晴姐，你是什么境界的武者呢？姐姐可是强者哦。今年17岁的姐姐可已经是三流中期的武者了，怎么样？羡慕吗？三流中期的武者，那不是一点都不厉害吗？雨晴姐，你真厉害！哼，你就别装了，你不是以为姐很差劲吗？姐告诉你，能够在20岁之前达到三流中期的武者，都已经是天赋异禀的人了。这一天是孟无缺自来到卧龙庄以来最为开心的一，观赏着人间仙境一般的美景，孟无缺吃了。现在的我又有什么资格得到这些呢？虽然练心医生很认真地跟他说过，要他答应3件事情，但是至今为止，练心医生什么要求都没有提过。孟无缺感到自己的肩上沉甸甸的，那是他欠医生和雨晴的。又是一个不眠夜，这一夜，孟无缺在小茅屋辗转反侧，就是无法入睡，脑海中一直回荡着一个声音，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肩上的情债给还了。当初雨晴姐说过，九幻迷灵草就在迷幻森林里，我孟无缺欠雨晴姐的已经太多了。人不能一直这么自私，我必须为雨晴姐做些什么。雨晴姐，这次又是不告而别。不过你别担心，我欠雨晴姐和前辈的实在太多了。我想为你做点什么，我一定会安然归来。如果出了卧龙庄，那外面的一切真是太过凶险了。更何况，无缺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凡人，没有一点点的武力值。师尊，无缺不见了，这是他留下的竹签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为什么会对这个认识不久的男孩那么的关心？我整颗心都放在了无缺的身上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。但是现在的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，我只想尽快找到无缺。看样子，老夫的确没有看错这个小子。不过他不知道，他现在这是在胡闹。外面世界的凶险，他如何度过？他可是老夫最为看重的一个苗子，将来还想把衣钵传给他的。师尊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晴儿，不急，看竹签的内容，老夫猜了个8、9不离10。这小子可能是去为你找九幻迷灵草了。师尊，你是说无缺去了迷幻森林吗？那里的恐怖，连我这三流中期的武者在里面都如同蚂蚁，更何况是凡人之躯的无缺，我都不敢想象他会发生什么。为师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小子的确去了迷幻森林，不过他的行程没个10天8天是到不了的。我们也走吧，顺便去寻找九幻迷灵草，希望我们赶到时这小子没有出事。这练心医生是怎么了？好像很着急的样子。某，也去看看吧。看来已经到九华山了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这已经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准则。对于凡人之躯的我来说，外面的世界真的太危险了。还是继续走吧，我欠雨晴姐的已经很多了，至少要偿还一点点人情债。至于成与不成，那就看我的气运吧。师傅，我们快到迷幻森林了吧？别急，晴儿，一路走来，我们都没有感知到血腥的气息，而一路都还存留着无缺那小子的气息，他应该没事。再说，他也不像一个短命鬼。天要亡我，我便逆天，大不了人死鸟朝天。
反正这九幻迷灵草，我势在必得。九幻迷灵草是雨晴所必须的灵草，现在都已经到了迷幻森林，离成功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如果就这样放弃了，那实在太让人不甘心。我不知道现在的选择是对是错，但我问心无愧，我心安理得。凭我一介凡躯，走到深处竟毫发无伤。可直到现在，连九幻迷灵草的影子都没看到，太累了。几天几夜没合过眼，都在赶路，绝对不能睡。若在这里睡着，那么我很有可能就在这里长眠了。还有，我要找到回家的路，回到现实生活。来这里虽主要是为了雨晴，但我也有私心。我是凭空出现在这森林的，那回家的出口应该也就在这迷幻森林的中心。鸡鸣，难道这是我出现幻听了？不，我可以肯定，这绝对不是幻听。这鸡鸣声无论多荒诞，都说明我有大麻烦了。管他是什么，现在的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这身子骨现在可是连只蚂蚁都打不过，但是坐以待毙，那可不是我孟无邪的风格。天若亡我，那我便逆天。原来这里竟然是真的飞禽走兽，这是蛛姬怪，那头王者气场那么足，绝对是这群怪鸟的首领，实力深不可测。完了！逃！36计走为上计，我绝对打不过这些怪物。还好，两者间距离没缩短，但我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。凡人的体力是有限的，就算他们饶了我，我这样跑下去也会缺水而死的。前无路，后无门，这就是必死的局。生死这么近，但我一点都不后悔，只怪我自己的实力实在是太过弱小了。这声音，我突然有种强烈的直觉，我好像得救了，心里的恐惧全散了。他们竟然在离我不远处停下来了，连往前跨一步都不敢，竟然吓得全都在发抖。在刚才那阵龙威面前，全丧失战斗力，就如夹击一样，但我绝不敢动手，怕临死反扑，更怕那头龙出手。南方居然都没出手，那条龙为何不出手？真是百思不解。这龙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最为好奇的是，这条龙在这里干什么？为什么对我还有那雉鸡怪露出了敌意？都说好奇心害死人，但我倒要一探究竟，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天，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的美景！迷幻森林深处竟然有这样一个小湖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泉落九天，大概就是这种味道了吧。见鬼！我竟然在这时候忘了危险，若不是还挂念着九幻迷灵草，我差点就彻底迷失在这儿了。原来这小湖中央居然还藏着一个独立的小岛，好像小岛上散发出来的这股气味，这简直沁人心脾。我太喜欢这股味道了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个小岛绝对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机缘。每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特，会无端产生许多预感。唯一不同的是，
有的人预感精准，有的人预感太差罢了。在水蓝星大学上过的游泳课，这回总算是发挥作用了。师尊，现在我们都已经进入了迷幻森林了。吴缺他真的没有事吗？他真的可以抵达这里吗？相信为师，为师敢保证，这小子他绝对已经进入迷幻森林了，里面有他的气息。刚一登岛，这天玄境功法竟在体内疯狂蠢蠢欲动，特想就地直接打坐疯狂修行西灵一番啊！但是在这极其鬼岛地方，为了小命着想，老子自己都根本不相信什么危险都没有这鬼话。外边岸边那响彻骸骨的龙吟声可是真实摆在哪儿呢？再说，我一直都有一种可怕的感觉，自打来到这个小湖的边缘开始，我总觉得有一双诡异的眼睛一直在死死盯着我。九幻迷灵草，真的让我给找到了这等天大造化的逆世玩意儿！不，等等，那是通灵圣草，而且还是一大片啊！有了这些，我在武道修图必可一决飞身。有了这九幻迷灵草，雨晴的体质就不再是定时炸弹了，反而会是武道修行极强的优势。有了这通灵圣草，我马上就可以踏入武者的行列了，哪怕只是不入流，至少也已经是稳妥妥的武者。这感觉太奇怪了，他似乎知道我心中的所想，特别是这小蛇看我的眼神，带着3分戏谑，仿佛能看穿我灵魂深处的所有秘密。为什么这长着9爪的小蛇会有这么人性化的表情？你把小爷我当成了低等的蛇了？这是谁在和我说话？以前看小说确实有妖兽会传音，但真让自己遇上，我这腿脚都差点软了。没错，就是小爷我在说话，你心里别把我当做低等的小蛇。我可得盯死他，万一这未知的奇异小蛇突然暴起伤人，那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不对，如果他真想杀我，我早就连灰都不剩了。眼前这自称9爪金龙的小东西，对我根本没敌意，一切都是装出来的。我用条件与你换，你放我离开这里，好不好？想离开这里可以，但是你必须给我一滴精血。最好现在就在这里朴实3株通灵圣草，对你的武道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的后背感到一阵暖意，仿佛两者就是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一样。小爷我要睡觉了，你自便。忘了，这9爪金龙对我并没有恶意。通灵圣草入口，
内凭空出现一股奇特力量，不能迟疑。天玄镜，运转！在奇经八脉内，足足历经百世，360个周天。当一切结束的时候，我感到多了一股玄之又玄的力量。这股力量和体力完全不一样，我已经成为了正式的武者。这就是武者的内息。虽然只是初获内息，但我远古圣体的体质绝非凡物。第一回真正意义上的修炼，就让我达到了不入流武者中期。现在的我已不再是凡人之躯，最弱小的蚂蚁已不是我的对手，甚至能与三流武者初期一战。浑身充满了力量，真是神清气爽。反正金龙都跟我混了，这岛上的宝贝全归我。不过吃肉也得留口汤，做人不能太丧心病狂，留给有缘人吧。喂，小金龙，还有什么要带走的没？睡得跟死猪一样，一点动静都没。得赶紧回卧龙谷找炼心医生和雨晴，把9幻迷灵草交给他们，解决雨晴的忧患。走喽！以后这里就叫天龙岛吧。若非医生和雨晴，我这小命早在森林丢了。不过现在没头想这些了。6道身影，果然是你们。以前我毫无反抗之力，只能隐忍。现在泥菩萨也有3分火，刚好练熟。他们精通魔法远程攻击，必须接近他们，分而杀之。若是聚在一起齐射，必死无疑。喂，九爪金龙，出来帮个忙啊！靠！关键时刻装死沉睡。好快，差点脑袋半截。居然分成了3组，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我武技不精，试试水蓝星的太极拳，配合着刚觉醒的内息如何？进范围了，给我破！啊，肉身这么脆，一拳就秒了。提前埋伏果然好用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再接一组，就剩首领那组了。该死！这首领精神力太恐怖了，100米之内根本无处藏身。太极拳威力再大，碰不到也是白搭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必须给他致命一击，只能拼了！我不再是最弱小的蝼蚁了，终于有了一战的实力，竟然又变强了不少。若医生和雨晴在这儿，定会大吃一惊。当初被救回时，我毫无武力，短短几十天，竟踏入3流武者初期，这简直是神一般的修炼速度。不仅是精神蜕变，连那虚无缥缈的命格都变强了，太真实了。好恐怖的嗜血气息，是休眠被惊咬的迷幻圣妖红霸虎。完了，我现在
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难道要死在这儿？心口怎么好痛？这种空落落的抽痛，好像要失去什么。精神一松，力气居然全垮了。什么声音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师尊，吴缺是不是出事了？现在小命还在，不过气息极弱，可能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麻烦。师父，徒儿求你救救他！你一定要救救他！师尊这就前去搭救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我早捕捉到了吴缺的方位，竟是与老夫同级，甚至更强的怪物。师尊，您是不是已经知道吴缺在哪儿了？您现在就带我一起去吧。连我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，罢了，就算是有去无回，老夫也绝不后悔。练心医圣，请留步。前面是什么怪物，你应该清楚。如果你这样一个人前去，无疑是送死。是啊，练心老鬼，那红霸虎大少已经达到了恐怖的神化境初期。武器大师说的一字不差，我们已经彻彻底底地摸透了这死老虎的一切底细。他确已踏入神化境门口，而我们在座的各位全加起来，也只不过是传奇境的小角色。若无严密配合大阵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那这么说来，吴缺哥哥岂不是真的必死无疑了？神化境的传说怪物怎会遇上他？而这庄子里平时看起来最平庸的各位长辈，居然一个个全都是高高在上的传说级武道巨头。可是哪怕他是天地至高，也不能就让大家放弃不管吴缺啊！可是我们就要这样放弃吴缺？师尊，各位前辈，我做不到。我们不是要放弃吴缺，小女娃，你不要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去救援吴缺。只是我们要准备配合，使出专门克制这红霸虎的阵法。同意。练心医圣想的很有道理，其他4位大师也都不再藏拙，把自己平时所学的至强一招在这个时候使了出来。在很多年之前，5位大师离开了他们生活的地方峡谷之巅，如果没有所求，怎么可能来到这个隐士山村？练心医圣对于这里的一切都十分熟悉，也包括那居住了不知道多少年的5位大师。对于他们的目的，我也多少知道一点。这迷幻森林的红霸虎极有可能就是他们的目的之一。红霸虎便是封印着至高虎符的天地至宝，虎符的主人必须是他们共同同意的人才配拥有。拿到虎符，才有确立这世界新主人的权利。所以，在很多年之前，5位大师离开了他们生活的地方峡谷之巅，追寻虎符的足迹，最终追踪到了这片极荒之地。最后的最后，他们确定了天地虎符就在迷幻森林。但是迷幻森林之中有许多可怕的传说，为了更好地了解天地虎符的情况，5位大师询问着极荒之地那些古老的贤德之卧龙庄，成为了他们的休息之地。在这里，他们也认识了一点都不比他们弱多少的炼心医圣。他们深深被这里的一切所震惊了。5位大师都有各自的钻研，但是在迷幻森林这个地方，他们所有人的梦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，所以一住就是几十年。
如果今天不是到了不得不面对事实的时候，五位大师都非常乐意一直生活在卧龙庄。他们的确把自己当成了卧龙庄的一份子，但是他们的使命在那儿。不然，在那远古时代，强者林立，奇珍异宝数不胜数，但是所有的强者都放不下自己的欲望。五位大师猜测这里不仅有红霸虎，还有蓝霸虎虎符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证据，最后也就成了那么一说。从中获取虎符，今天也顺便解救孟无缺。如果他们赢了，那么天地虎符就到手了。我的终极大招是结合了时间与空间的捏合，我可以用命运顺传，传到红霸虎的身后，再选出一张黄牌，那么我们的机会大了一点。武器大师郑重的道：随后我的反击风暴和无情打击就跟上了。易大师是拥有高原血统的，他的无极剑道颇为厉害，主攻之位就让他拿下吧。但是红霸虎可是神化境初期的强者呀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打败？红霸虎马上开始了反击。你来我往，招招拼命，招招狠辣，都想把对方彻底的轰杀。孟无缺现在总算恢复了一点精力，偷偷把自己得到的9幻迷灵草递给了雨晴，还有一些通灵圣草。但是最终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，双方蓄力的最强一击的碰撞，让双方都暂时失去了再战的能力。练心一圣远远看着孟无缺与雨晴的方向，无缺们都暂时动不了手了，只能看你的了。否则将会留下后遗症。我们这次伤得太重了。炼心医圣说完这句话，也就和其他5位大师一样，陷入了昏迷。把雨晴安顿好之后，将周身所有的力量聚集在自己的拳头，并狠狠砸向红霸虎的头颅。因为与6位大师的对战，红霸虎已经也伤到了本源殿，但是在生死之际，生命的潜能是无限的，无缺直接被轰飞了出去，而红霸虎也艰难地闭上了眼睛。红霸虎尸体内飘出一张红符，缓缓没入孟无缺的身体。这一幕就算是炼心医圣也没有想到，红霸虎虎符居然自动认主了。孟无缺自己也不知道，就在他把最后一击给了红霸虎，虎符没入孟无缺的眉心开始，天地间的红霸虎虎符就加深在了孟无缺的身上。孟无缺清楚地感知了自己身体的变化。孟无缺虎符的加深，为孟无缺之后成为英雄异界最为恐怖的强者奠定了基础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只是后话。我以为你就要永远离开我了。这事儿就算这样过了吧。只要天地虎符不落入那些邪恶之辈，一切都可以接受。就这样，孟无缺成为了这次迷幻森林之行最大的赢家。
无缺，你的伤势好些了没有？雨晴姐，谢谢你。我和师尊这几天要离开一趟卧龙庄，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。雨晴姐，前辈和你要去哪里呢？无缺，你知道的，姐的体质必须要拥有九幻迷灵草。当初遇到你的那一次，就是为了九幻迷灵草而去的，因为种种原因，一直拖到了现在。雨晴姐，你没有看我给你的东西吗？无缺，不是姐不喜欢你的礼物，是因为这几天实在太忙了。雨晴姐，我知道，这段时间都是你在照顾我，你现在打开看看好吗？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九幻迷灵草，这就是你一定要去迷幻森林的原因吗？雨晴姐，我的命是你救的，这一点算不了什么。相比于你的付出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他这话是在有意无意的疏远我吗？不，我的直觉很肯定，他心里绝对有我。这种不明不白的矛盾真让人烦闷。无缺，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他吗？我非常非常喜欢，我甚至可以为他拼死拼活。但是我真的可以喜欢他吗？我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那个星球一直都是我最深的挂念。如果哪天我莫名其妙穿回去了，雨晴怎么办？我怎能去伤害这样一个温柔聪慧的女孩？雨晴姐，你不觉得我的话不可思议吗？这有什么？我听师尊说过，我们这个世界和其他界面的通道存在着法则紊乱，偶尔出现一些其他世界的人，算什么？只不过姐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来自其他界面的人。那雨晴姐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只要君不负我，我便陪君闯天涯。我会一直等你向我求爱。姐给你足够的时间去思考。乖徒儿，你那九幻迷灵草递给师傅来，拖的时间越长，对你越没有利。你们呀，你们的事情为师也不管了。为师希望你们可以好好静下心来，千万别让自己后悔了。雨晴，你看，这储物戒指里还有其他的东西。无缺这小子对你真的不错。无缺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这里面东西是什么。雨晴姐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着好像是有用的东西，就顺便装在戒指里了。都是雨晴姐有福。无缺，姐要你亲口告诉我，你不要装，也不要逃避。通灵圣草，这样的圣物被谁看到都会眼红。孟无缺居然毫不犹豫的给了我。无缺请求上天开恩，让雨晴姐好好的。前辈，怎么样了？雨晴姐，没事吧？小伙子，托了你的福，你的雨晴姐这次算是因祸得福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师尊，雨晴的体质问题解决了，徒儿现在已经是2流武者初期了。乖徒儿，你选择了什么职业？师尊，徒儿因为通灵圣草的缘故，资质变好了不少，因此徒儿有了双属性体质。
徒儿选择了医者，还有天影射手。雨晴姐，前辈，这职业是何意？在英雄异界，武者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的。就比如老夫，老夫是一个纯粹的医者，所以在同等境界下，老夫的武力值稍弱了一些。那英雄异界都有些什么职业呢？你且听老夫慢慢道来。英雄异界的职业不外乎以下几种：战士、射手、法师、刺客，还有医者和圣辅。你现在问这些干什么？现在是你打好基础的时候，等你突破到二流武者的时候再考虑这些。职业只有达到二流武者境界才会转型的。我坚信，想要找到回家的路，就必须熟悉这个世界的一切。恭喜雨晴姐踏入了二流武者的境界。谢谢你无缺，谢谢你的九幻迷灵草，还有谢谢你的通灵圣草，姐才有机会这次一举踏入新的武道境界。雨晴姐，你再这样的话，小子可不好意思了。这不是雨晴姐给我戴高帽吗？远离了英雄异界的是是非非，在四处漂泊的时候，偶然碰到了到处流浪的雨晴。看着孩子双眼纯净，又实在可怜，这么多年，我虽是师父，但心里早已把她当成了女儿。今天看到这一幕，这丫头的归宿，我也算是放心了。雨晴姐这个时候居然在跟着前辈修习医道，也罢，难得清闲，那便去清心谷看看吧。和上次一模一样的花海，空气几乎什么都没变，就是少了个叽叽喳喳的声音啊。唉，这里还真是一处好地方。泡个野澡而已，怎么感觉灵魂都轻了10斤一般轻松？糟了，耽搁这么久，别让雨晴姐他们觉得我不辞而别，又跑回什么老地方去了。哼！前辈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是清醒的。老夫感知到你身上有强者的气息，而且这气息是来自你小子的体内。老夫以为你被夺舍了，你小子可以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老家伙，你不用防备我，本龙不可能对我的伙伴出手的。你居然会说话！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像本龙这样的天地神兽自然会说话，都怪这里是极荒之地，没有人会认出我。前辈，这极荒之地到底是什么？极荒之地，极荒之地就是我们生活的这块大陆，因为这块大陆人烟稀少，并且远离其他大陆，于是慢慢的就把这块大陆称为极荒之地了。前辈，难道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大陆不成？那是当然了，老夫的故乡在祖安，祖安也是英雄异界的一块大陆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大陆。世界最让我们武者向往的大陆便是峡谷之巅，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只有真正的高手才有资格生活在那里。那片大陆也是一个传说，至于剩下的还有班德尔城、德玛西亚、战争学院等等许多大陆，这些需要以后你小子自己慢慢去掀开面纱了。原来他们都是来自外面的世界，来自那些强大的大陆。之所以
最后选择了这个偏僻的地方，只是再也不想陷入大陆之间的纷争罢了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事，也有一片天地。我也不例外，我也有自己的一个故事，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故事。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，那片只属于水蓝星的天地。我细细想来，自己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已经接近1年了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来深入，从而也知道了自己当初是有多么的幸运。迷幻森林，一个多么恐怖的名字！以前的我没有那个概念，但随着自己慢慢融入这个世界，认识这个世界，我才真正理解了迷幻森林的恐怖。不过我现在也不再多讲了，既然自己有幸生存了下来，那么必定有自己的使命。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。我虽然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，更没有忘记家乡的亲朋好友，但是现在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最后我决定跟着炼心医生好好修行武道和医道。我觉得只要自己的实力变得强大了，那么自己就有遨游整个英雄一界的机会。而随之自己也有了，我要拜师炼心医生。有了决定，我不再推迟，目的就是向炼心医生求学，拜跪炼心医生，收自己为徒。前辈，晚辈请求前辈收晚辈为徒，晚辈一定感激不尽，步入师门。当初老夫救回孟无缺的时候，老夫就有把孟无缺收为徒弟的想法，只是老夫觉得自己救了他的命，如果是老夫自己先提出来了，那么他就会有一种被动的感觉，毕竟恩情在于此，他不好拒绝。但是现在就好了，是他自己拜师求学，恩情他只会越欠越多。好，老夫观你小子心地善良，为人正直，有天赋异禀，你这小子老夫教了。谢谢前辈，谢谢前辈收晚辈为徒。还叫老夫前辈，你该改口了。雨晴，端一杯茶与为师，多余的话就不必要了。你我相遇本身就是天意，而老夫也不想骗你。当初在迷幻森林遇到你小子的时候，老夫就想收你为徒，所以才给了你天玄镜。师傅，那当初您老为什么不提呢？为师不想给你身上有任何的枷锁，如果你拜老夫为师是因为报恩，这将会害你一生。只有真心实意的求学，老夫的本事才能传承，才能发扬光大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师傅一切都是为了我。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，也是一个真正的忍者。谢谢。拜见师尊。小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拜师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更不是闹着玩的。是的，师尊，徒儿已经想好了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师门也有师门的规矩。你小子且先听听师门的门规，再说话不迟。老夫的师门传自弘农，炼药炼丹是老夫的师门最为拿手的好戏，而老夫学的是圣医一道，故而外人都称呼老夫为医圣。
我们师门最为重要的是，要一生忠于自己的师门，不背叛，不欺师灭族。你能做到吗？师傅，徒儿能做到。徒儿愿向上天起誓。徒儿如果做不到，那就让徒儿天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师门也要讲究先来后到。雨晴是为师收的第一个弟子，那么雨晴便是我卧龙庄红龙门的大师姐，无缺为大师兄，但你要称呼雨晴为师姐，知道了不？是，师傅。雨晴师姐，老夫有你2个天赋异禀的徒儿，老夫也是知足了。对了，无缺，你可以和为师说说那个九爪是个什么情况吗？我一点都没有隐瞒，把自己在迷幻森林深处看到仙境一般的湖和小岛，都告诉了炼心医圣。无缺，你知道你当初所到的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吗？师傅，当初徒儿前往迷幻森林，是因为想得到9幻迷灵草，根本就没有想对于自己所到的地方，徒儿记得，但是徒儿不知道这些地方叫什么。师傅，徒儿记得那个小岛非常美，况且小龙也是在那里遇到的，所以徒儿把那个小岛命名为天龙岛了。徒儿觉得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他。名字倒是其次，为师是看上了那个地方，没想到那里居然有成篇通灵圣草，还有9幻迷灵草。这其中任何一种灵草放在外面的世界，那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存在呀！师傅，那我们要动身去天龙岛吗？还是算了，有些机缘是不可以强求的。你小子遇到了，是你小子的机缘。如果我们前去，说不定遇到的就是麻烦了。师尊，徒儿现在什么都不能帮到师父，但是徒儿一定会记得师父对徒儿的倾囊相授，徒儿一定不会让师父失望的。师父无缺师弟，什么事情聊得这么开心啊？可以让小女子也知道吗？无缺师弟饿坏了吧？师父，我们一起吃饭了。这一幕，别样的温情，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。这是一种家的感觉，自我来到英雄一界以来，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了疯狂的修炼模式，秘籍和武道境界都在快速的进步着。师父也一直倾囊相授，从来不留有一手。对于我和雨晴，都是掏心掏肺的喜爱，似乎把我和雨晴都当做了自己的子孙。这一日，我像往常一样结束了修炼，从自己的小茅屋来到了外面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观赏着绝美的景色，我彻底陶醉了。心中不由想到，如果现在雨晴师姐在自己身边，那该多好有如此的美景。还有那样的家人作陪，那是人生何等的幸事。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幸运。雨晴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出现在了我的身边。在想什么呢？怎么这么入迷？就连师姐来了，你都没有发现？师姐，我在想，我本要脱口而出，我在想你啊，师姐。但是我的反应不可谓不快。
在这一个瞬间，我想到了许多。我是喜欢自己的世界，雨晴不假。但是雨晴呢？雨晴也会喜欢自己吗？可就算雨晴也喜欢自己，那又能怎样呢？自己可以放弃原来的世界，永远留在这里陪着他吗？我没有放弃回家的希望，所以我没有答案。我自己也没有答案。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为了雨晴师姐放弃一切。但潜意识的我都不想惹上这个善良美丽的姑娘。在我的眼中，雨晴师姐那是天山上的一朵雪莲，纯洁无瑕，但潜意识的我都不想惹上。在我的眼中，雨晴师姐那是天山上的一朵雪莲，纯洁无瑕。在我的眼中，雨晴师姐又是水中的莲花。雨晴师姐在我心中的地位到底有多么重要？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遇到了危险，我肯定毫不犹豫的为雨晴拼尽一切，哪怕是自己的生命。我怎么会真的相信他的胡话？但我绝对不能逼他，他有苦衷。自从他把来自异世的消息告诉我，我怕自己不能陪在他的身边，怕自己和他没有所谓的未来。无缺，师姐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那里曾经只属于我一个人。雨晴师姐，那是什么好地方？现在就去吗？去了就知道了，走吧。雨晴姐，你这样跑不累吗？没有，不累，反而很开心，因为这是师弟和我游玩的回忆。哪怕将来你不在师姐身边，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自己有多诱人。若不是怕伤他，我早就把持不住了。因为爱，我只能学会隐忍和放手。这个时候，我多想抱抱他，但我真的可以吗？至少这样被牵着手也知足了。我这么多的心理波动，这个时候又有谁会知晓？我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就是他。我怕我们不能这样永久的生活下去。既然没有结局，又何必给他希望？我们休息会儿吧。无缺，那地方还有一段距离，我们就不歇了。师姐知道，其实你一点都不累，你只不过是找个借口想让我休息罢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真的好想让时光永远停留在这个时刻，整个世界就只有他和我。无缺，到了，师姐要带你来的地方到了。无缺，你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吗？雨晴师姐，无缺还真是不知道，只是觉得这座山峰有些壮观。其实这座山峰叫做望君峰，望君峰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，你要不要听听？只要师姐愿意讲，无缺就愿意听。话说，在很早很早以前，卧龙庄有一对年轻的男女，说他们为青梅竹马，一点都不为过。但是男方的家道中落，两人的身份不再像以前。虽然两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但是女方发现了男方对她有了一丝距离，这距离是男方最终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。虽然两人彼此都知道深爱着对方，而对方也深爱着自己，但是
这层关系不再捅破。直到有一天，男方为了忠心家道，决定在外拼闯一番。但是他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位青梅竹马。于是某一天，男方约了女方见面，地点就在这座山峰。男方告诉女方自己的想法，女方也很支持男方的决定，但是彼此心里都是痛苦的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分开，也许是一辈子。这一天之后，男子在这个地方消失了，他去为家族前程努力，为将来拼搏去了。但是这座山峰从此就多了一个女孩，一个一直在这里望着远方的女孩。时间在匆匆流逝，女孩变成了女中年，女中年变成了老太婆。但是那个男人还是没有出现，女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她走到了山峰的另一面，那里有一个悬崖。悲惨的一幕发生了，老婆婆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跳了下去。这个悬崖被后来的人称呼为断念崖，是指了断所有的念想，包括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后生命。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，老婆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以为自己的心上人再也回不来了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不过是她自己的想法。没错，男方当初的确是离开了卧龙庄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，他一直都在努力着。最终他成功了，他成为了世界上的巅峰强者。艾尔尼亚和峡谷之巅都留下了他的传说。他的名字叫做雷电掌握者瑞兹，一个让英雄异界颤抖的名字。功成名就的瑞兹达到了目标之后，才发现已经过去了近100年。他虽然看起来还只是个中年的样子，瑞兹带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了卧龙庄，心里摇摆不定。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面对当初的女孩，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，也不知道他是否有了自己的家庭。但是瑞兹的本心最终战胜了理智，在一番打听之下，瑞兹几近疯了。原来那个女孩一直都在等着自己。看着这里，瑞兹仿佛看到了爱人的身影。这个时候，瑞兹想到了殉情，想到了和他长眠不醒。但是理性告诉他，他必须得活着，因为现在的他已经是位面守护者，他的使命不容他轻易选择灭亡。因为他的武道天赋卓越，生命无限延长，甚至长生不老。不管是在艾尔尼亚，还是在诺克萨斯，又或者在战争学院和峡谷之巅，雷电掌控者流浪法师成为了人们最为敬勇的强者。原来流浪法师是瑞兹自己起的名字，因为他觉得爱人离开了自己，他就是一个流浪人。最终，雷电掌控者流浪法师诞生了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为那个婆婆感到惋惜，也为流浪法师感到痛惜。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时间不会倒流，该发生的、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。不管是普通的凡人，还是那些强者，都只能承受着。无缺，我不想变成第二个老婆婆。雨晴第一次真正的表态了，一幅温馨的场面出现在了望君峰的断念崖。回到卧龙庄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傍晚了。夕阳西下，有情人在天涯。经过这段插曲，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。孟无缺早早已经在院子开始了武道修炼，但是依旧没有突破到最后的一步。孟无缺心里的结不是短时间能消除的。最后在寂静的夜色下，卧龙庄宁静了下来。初晨徐徐升起的阳光变得格外的温暖。这招式甚至超出了英雄异界所有的招式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。他定是得到了什么逆天的机缘。无缺，你这招式是不是还有套剑法？果真厉害，看着太极拳就知道太极剑。这个师傅果真不简单。是的，师傅，的确还有一套剑招。无缺，等下你与为师前去拜见一下气圣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让气圣给你锻造一柄神剑吧。谢谢师尊，谢谢雨晴师姐。感谢的话就不必了。无缺，你准备准备，我们即刻出发。虽然这座府邸比师傅那里气派了许多，
但也给了我一种极为压抑的窒息感，总感觉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死死压迫着我。坚守本心，否则乱了武道根基。齐胜，你就是这样对待老夫的弟子吗？医圣多心了，老夫这不是考察考察这小子，看看他有没有资格成为你医圣的传人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和水蓝星有着什么极其特殊的关系，不然这一切绝对不会这么巧。但是我就是找不到任何证据。眼前的武器大师，至少是个正义的高手之辈，有着大侠的风范。虽然看起来并不怎么高大，但这极为壮实的体型，绝对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。面对威压，不卑不亢，的确是人中龙凤。齐胜，你就不让我们进屋坐坐吗？医圣见笑了，是在下唐突了。里面请，请。好浓重的风属性气息，这绝对是因为常年锻造武器的缘故。齐胜，老朽想请你帮一个忙，不知道齐胜方便不方便？带着徒儿来，他手中却没有任何武器，看来是来求趁手兵器的。不用猜都知道，是为了徒儿来求我了。炼心医圣客气了，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就一定竭力相助。那老夫就不绕弯子了，老夫想让季胜帮我这徒儿打造一件趁手的兵器。医圣，打造武器不是问题，但是医圣想要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武器吧？我观炼心医圣这么喜你这个弟子，肯定要最好的武器吧？的确，如果有神兵利器的话，那肯定是最好的。医圣也是性情中人，看来您这位徒弟的分量不轻啊。让齐胜见笑了。老夫的徒儿不多，这一生就只有雨晴那女娃和吴缺了。医圣，说句实话，我的手中并没有什么神兵利器了，但是我可以打造，不过材料要另想他法。齐胜手中没有合适的材料吗？有是有，但是和钢铁大师手中的材料比起来，差距太大了。那老小子手中有什么好东西吗？有，而且是这片天地最好的东西。只要我们有了那材料，神兵利器不在话下。齐胜，别再卖关子了，那到底是什么材料？医生，那老小子手中有玄铁，是真正的玄铁。玄铁？真有玄铁？玄铁，那可是真正的宝贝。说它是天地奇物也不为过，因为任何武器的锻造，只要加了一定的玄铁，那么所打造的武器必定上升几个等级。钢铁大师手中有玄铁，那么无数人肯定会不要命的杀人夺宝了。所以武器大师才会这样小心谨慎。有了武器大师的提点，老夫脑中马上有了一个计划，那就是巧取钢铁大师的玄铁。钢铁大师是个心思单纯的强者，但是又极为顽固，他如果心中不愿意，就算是死也别想让钢铁大师低头。刚好钢铁大师有一个喜好，
钢铁大师一生收藏了不知道多少炼器至宝，同时也不知道收藏了多少棋谱。换句话说，在钢铁大师的眼里，不管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眼中的棋谱重要。齐胜，如果我们有珍贵的棋谱，有机会和钢铁大师换取玄铁吗？如果是真正难得的棋谱，你应该有90%的机会换取玄铁。哼，那样就好办多了。大师，小子可否与大师操上一盘？如果小子摆一盘残局，如果大师解了，那就算大师赢了；否则小子赢了，可好？好吧，老夫满足你小子的要求，可否让老夫看看破解这残局的棋谱？大师，棋谱小儿可以送你，不知道大师可否帮小子一个忙？师尊，你们回来了，徒儿在等你们回来。再说徒儿已经是2流初期武者了，这样的天已经影响不到我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都回屋吧。师尊，趁手兵器有了吗？可以说有，但也可以说没有。不过明天就一定会有了。雨晴师姐，今天我与师尊虽然没有拿到兵器，但是气圣已经答应帮我炼制一柄兵器了。而师尊和我从钢铁大师手中拿到了玄铁，明天就去找气圣了。那就好，没有趁手兵器的武者，真的寸步难行的。太激动了，根本睡不着。在梦里，我看到了一柄绝世好剑，散发着逆天的煞气，颇有一股神挡杀神、佛挡杀佛的气势。画面一转，我又梦到了雨晴师姐靠在我的怀抱中，恩恩爱爱。我不知道当时是带着怎样的感情，但是有一点我非常肯定，我一点都不排斥这种感觉。今天的师姐比起往常更加漂亮了，这是一种更加直白的感觉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唐突了家人，更何况师尊还在跟前，而我还想着远方的归路。时辰不早了，走吧，好好观摩观摩气圣如何炼器，这对你们的武道修行定会有不小的帮助。是师父，徒儿记住了。医生，那东西有没有从那老小子的手中得到了？多亏气圣的指点，那东西我们得到了。不知道现在气圣是否可以帮徒儿炼制兵器了？那是自然。不过老夫很好奇，医圣是拿什么和那老小子交换的？老夫没有换任何东西，这是老夫的徒儿自己得到的。不可能吧？您这高徒是如何得到的？一篇棋谱，从未见过的一篇棋谱，真龙棋局。老夫对炼器一途没有多少涉猎，但看着这极其流畅的过程，也知必定顺风顺水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夫的炼气一道又突破了，多谢医圣拿到了玄铁，这才让老夫有了炼制神剑的机会。不好，神剑有了意识，如果处理不好，那将会施主齐胜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叫您的两徒儿分别放2滴精血，相互交融，这样可以压制神剑。出乎老夫的意料了，这神剑已经是天地不容了。这的的确确就是神剑认主。英雄异界几千年来未曾出现的神剑认主，在极荒之地的卧龙庄出现了。乾隆的传说难道要灵验了？吴缺、雨晴，你们感到有什么不适吗？没有啊，师父。这就奇怪了，凭着刚刚的现象，分明是这天地容不下这柄神剑了，它的毁灭的气息实在过重。但是为什么现在仿佛这片天感应不到了呢？其实谁都不知道，这柄剑之所以安稳下来，完全是受到了我的气息，还有雨晴师姐手中那柄香生剑的安抚。不然我手中的这把剑不知道会暴虐到什么程度。既然这样，称呼你为天罪吧。无缺，那师姐的这柄呢？该叫什么？雨晴师姐，你这柄就叫做无罪。神剑天罪和神剑无罪就这样诞生了。来的时候如此恐怖，不知道之后会掀起怎样的江湖骇浪。现在的我手中握着天罪，所有的自信都增强了一分。神剑天罪刚刚散发出来的煞气，老夫可没有忘记。雨晴，你这是当局者迷，你不知道你手中的无罪和天罪的关系吧？师父，这天罪和无罪是有什么联系吗？虽然老夫十分肯定吴缺的人品，但是真的不敢肯定他会不会被这天罪所影响。不管是神剑还是魔气，只要煞气太重了，它都可以影响主人的心性，甚至吞噬主人的心智。至于现在的我与师姐，除了兴奋，那是真的什么都不剩下了。因为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手中的神剑是多么的适合我们。一剑在手，天下我有，一步一登天，一剑一世界。无缺，老夫观这柄神剑煞气太重，在达到一流武者的境界之前，你尽量少用天罪。我了解师尊的为人，他是真正把我当亲人般关心照顾的，他的话绝对不会有错。可是为什么我却没有感觉到天罪的任何危险气息？算了，生命只有一次，如果搭上小命，失去的那就是所有。师父，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天罪的煞气呢？雨晴，为师看你平时那么聪明，可为什么事情一关系到了你师弟孟无缺，你怎么就变愚钝了？师父，这天罪和无罪可是相生的雌雄双剑，他们的关系就像我们人类的伴侣一样，所以你永远也感受不到天罪的危险，也不会感受到无缺的危险。听师父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事情有些严重了。难道自己得到神剑天罪，本身
是一种错误吗？不甘心，这是我心中唯一的执念。我定要压制住这天罪的煞气，让天罪真正为我所用。吴缺，这次出现了一点意外，要不为师请气圣再为你打造一柄兵器吧。一圣，这天罪是老夫有生之年锻造的最为恐怖的一柄神剑，弃之可惜了。况且因果已经沾染，弃了天罪也没有用了。那怎么办？就让这潜在的危险一直存在下去吗？医圣，兵器都是用来拼斗的，不管是什么兵器，沾染的必定都是鲜血，一切都要看兵器的主人。只要主人的心术正了，哪怕手中握着的是魔气，也可以让魔气变得光辉。何况这天罪是神剑，只是多了一些煞气罢了。没错，兵本无罪，只是死物，我绝不放弃。天罪，我已经彻底认可你了。不知道两位圣者是在聊些什么？医生，其实你不用担心的，说不定就因为天罪，我们会促成一件美好的姻缘呢。此话从何讲起？医圣，其实你应该也在怀疑了吧？你的弟子气圣，这和姻缘有什么关系呢？而且只要吴缺正气凛然，他永远都是老夫的弟子。老夫不管他来自哪里。医生，那是自然，老夫也相信吴缺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而且也是一个好弟子。那为何？医生没有发现吴缺看似非常喜欢你那女徒，但都在潜意识的与他保持距离吗？而且看得出他也非常痛苦。当初还觉得是吴缺不喜欢雨晴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夫发现吴缺对雨晴的喜欢超过了一切，不然他也不会为了雨晴跑去那未知危险的迷幻森林，也不会一直想方设法的逗雨晴开心。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吴缺有不可割舍的过去。而刚刚气圣说吴缺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。爱着雨晴，吴缺为了归家的希望，但是他忍着一切。既然如此，年轻人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气圣，你说这事雨晴会知道吗？十有八九已经知道了，可能是吴缺告诉了他。老夫怎会突然有一种在极其遥远的未来，若吴缺有一日彻底发狂，所有试图靠近他的人，无论是谁，现在的他们只顾着未来的危险，却忘记了神剑出世带来恐怖天变。此刻就因为神剑出世发生的天变，引发了迷幻森林的极其惨烈的无死角兽潮。一场极其未知且残忍的绞杀危险已经如海啸般临近卧龙庄了。在这场风暴中，生死都在一瞬间。正在谈话的医圣和气圣感知到了，卧龙庄极其深藏的几位大师也感知到了，吴缺和雨晴当然也都极其自古感知到了。